饮食适度，是我对你的奖励。来，行，那今天这一壶就我喝了，我也省得跟你分了。哎，我再倒饮食节度，刚说了。哎呀，再来，哎呦，再别来一点，吃点菜。哎呦呀，嘴边那猪耳朵油你擦一下吧，你还在那喝。哎，你干嘛呀？说，就是那么点儿，一点，倒一点儿，就一点啊，倒一点啊，一点，行了。Cheers， 不明白了吧？干杯就说 Cheers。 哎呀，这是哎呀，喝成这样，哎呀，我去给你拿解酒汤啊。哎呀，把这喝了。自己是什么斤两？哎呦，没数吗？我这叫有教无类，因材施教。先以玉勾芡，后令入刀门。头头这孩子可教，就是对他的师傅要求的要高一些。我这你看，拼了老命了，来实现我师傅的期望。怎么没见你对天真这么上心过？因为我知道天真最后的归宿就是这儿。他跑不了。头头啊，稍微不谨慎，他就会跑。我看你也是拿准了我跑不了吧，所以才予取予求。哎呦，夫人这话不公平，不公平。我说的有错吗？啊？你对旁的人那么的用心，对家里人呢？这就是大多数人的通病吧，永远都是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外人，把最差的一面留给亲人。你别以为我拉着头头喝酒是为了教化他，我是替你儿子擦屁股呢。那论坛上，你为什么不让他治病啊？啊，您跟这儿等着我呢。啊，我说这2天怎么马不平，驴不顺的呢？你儿子没准备好。你要不让他治，他到什么时候都没准备好。有你在，有他舅公在，啊，而且人家话都递到那个份儿上了，不就是想看看天真的家传吗？你老光看眼前是好事儿，你儿子真去了，把人家孩子治坏了怎么办？头都治坏了，这结果大家都能接受，我来托底。啊，你儿子去了，我给人托底，你们宋家人的脸面往哪儿搁呀？我不让你儿子去，是为了保护你儿子。真是，这人命关天的事儿，我跟你说今天把话给你撂在这儿了。虽然头头这人是野路子，但是他有这根筋，是往这路上走的人。你别看他在课堂上有时候走神打岔的，他有一个玲珑去小心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我说的教的他都能记得住，而且他不仅有官，还有诏。
他能够观察出来郑总女儿有湿疹。你儿子去了，说发烧啊，发烧能给治好，他绝对想不到再煎一个蛋黄油跟人磨上，想得到吗？绝对想不到。别看去了这么一些人，博士啊、硕士啊，站在那儿，没有一个比头头做得好。一说起孙头头，你就慷慨激昂的。又想吐啊？哎呀，这我去。哎呦喂！玉泉又请假了。对，这个月已经请了2次了，而且周末的课他也请了1次。天真啊，啊，玉泉请假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干什么去了？他兼职去了兼职？啊，这什么意思？捏脚。宋医生，有人把东西放在库房了，您过来看看。给赵立晨打电话，让他回来收拾东西。这东西怎么能放这儿呢？医馆又不是旅馆，那药是要入口的。那他住哪儿啊？我这东西拿，这我也管啊。天真啊，玉泉家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啊？我之前把学校宿舍借给他住，但是学校宿舍查太严了，我就让他来医馆先过渡一下。我估计他就是因为要租房，所以最近他老请假出去打工的。他就应该找一个有固定收入的工作，余下精力来再来学习。那您给他一个有工资的工作不就行了？就让他在医馆当个药工，平时就负责抓药，这样一边读书还能有点收入，不两全其美吗？赵立全今后是要做医生的，不能占用药工的机会。你去问问他吧，要么学习，要么工作。不是，那您这是区别对待。为什么彭诗燕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，那赵立全就不行啊？彭诗燕今后不拿中医当营生，中医是赵立全的饭碗，他要靠医术来安身立命的，明白吗？我觉得天真的建议呢，也不是不可行。立全在啊，可以缓解一下我们间歇性的这个抓药忙。他对药物熟悉，又不离开本专业。大家跟诊的时候呢，他就抓药；大家上课的时候呢，他也一起上，在自己的地方上嘛，就按照临时帮忙来给他算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侄媳妇儿都开口了，要不然大侄子你就考虑一下。怎么又叫我大侄子呀？那适当给长辈一点面子。我知道你们都为他好，但是目前最关键的是赵立全一定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，这是重要的。先这么着。哎，打电话啊，不能在这儿住。啊。你爸他是答应了吗？还是长辈有面子。你最近老请假就是在这儿干活呀？活儿你别干了，堂堂正经医学院研究生，在路边小店做推拿算什么呀？我给你找个正经工作，跟我走。天真，谢谢你，你平时也一直在帮我，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。但真不用了，我在这儿挺好的。好什么好？你白天请假，周末连课都上不了。你今天请假，我爸已经很不高兴了。再说你晚上干活，第二天哪有精力上课跟诊呀？你要是家里有问题有情况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帮你。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，
但是不是说每次你给我走后门啊，借我钱的时候，我都能够毫无压力的接受的。我也是个男的，我要脸。不是你自己说的要在师生班找一个好的老师，好好拜师学艺。你现在这么三心二意，怎么跟师？我是想好好跟师，我想好好学习。但我是不是得先解决温饱问题？那你也看见了，我一直在外边打工。我和上学时候不一样，那时候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，现在不一样啊！现在我得挣钱养家。算了，咱俩别说这个了，说了你也不明白。你的起点就是我一直奋斗的终点了。不是什么起哎，点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什么你的我的他的呀？啊，扯远了，这扯远了。有那么复杂吗？你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又能上学又能赚钱的事儿？现在就有这么一件好事儿，又能满足你上学的需求，又不耽误你赚钱，你做还是不做？你来干嘛呢？你来是干嘛呢？你来不就是帮你朋友的吗？你是跟他安排了一个好事儿，你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他，一五一十告诉他，好的坏的，让他自己选择，对不对？做选择的人是他，又不是你，你干嘛一副他老父亲的样子呀？啊，你也是你，他说一半你打断，他说一半你打断，说一半你打断，我都听得我都累死了。你等他把这句话说完了之后，你再说，行不行？说重点，别的别说了。你来我家医馆当药工，平时该上课还上课，我爸已经答应了。谢谢，谢谢。没事儿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啊，多简单一事儿。我要不在，你们俩就不吵个3个小时下不来。啊，圈儿，医馆可能不能住了。啊，那没事啊，我这边马上发工资了，我找一个便宜地儿先对付上。行。傻乐。星星，又见面了。哎，亲爱的，你来接我呀？你快跟着我。龙呢？应该是没人了。吓死我了！那个人从地铁上一直跟着我，一直盯着我。我跟你说，你下回遇到这种人，你直接盯他看，这种人可怂了。我又不是头头，我哪敢盯着他呀？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身体重心必须要在你的双腿之间。等一下。啊？等一下。谁打电话？喂，孙头头，你靠不靠谱啊？你把一个男人塞我家什么意思啊？西夏，这么晚才给我打电话呀？你吃晚饭没有啊？今天是不是又加班了？啊，你这样每天很辛苦，我很心痛的呀。你别跟我打岔啊，说吧，把一个男人塞我家，我怎么办呀？西夏，我跟你说，那个小拳拳他真的实在是太可怜了，你知道吗？又没钱吃饭，又没钱找地方住。我
想着我那个床不是空着吗？这不就让给他住？你能不能就可怜可怜他，就收留一下他？但我向你保证，他绝对是个好人，他肯定会跟你井水不犯河水。他是不是个好人我不知道，但他是个男人。他是个男的才好。我当时就觉得你一个人住危险，正好有一个男人，哎，我放心多了。而且欣欣，你想，他会按摩呀。你平时落枕什么的，你就不用去店里找他了，你就在家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是不是？多方便，好事儿。迟早被你坑死。等我给你拿行李啊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上一个，来走。重心啊，重心。好。天人合一，产生人。哎，我说，你说这正骨他就是把骨弄得嘎吱嘎吱响的那个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董老师不掰，那种嘎巴嘎巴响的不安全。不是，我说的不是嘎巴，嘎吱，嘎吱嘎吱响的。嘎吱和嘎巴有啥区别呀？嘎吱它是骨头声响，这嘎吱，然后嘎巴是砰嘎巴了就。那一回事儿，反正那能是一回事儿吗？他们的区别就是正骨是骗子，正脊是邪教，啊。按摩什么的，能达到放松身体就已经很好了，千万不要打着正好那个的旗号，很容易贻害老百姓的。所以我觉得啊，中医搞搞养生，西医搞搞治疗，各行其道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别让我不知道，董老师那真是人间仙子，他要么是不接，要接绝对可以让你脱胎换骨。我认识老师这么多年，眼见着多少坐着轮椅来的，最后都是自己走出去的。大家伙听听啊。用手把骨头放回原位就能达到西医外科手术治疗的效果，这是人话吗？就算是西医也不能保证立马让瘫子站着走出去，不是？真的，哎，说过动手了吧？活该挨打！实验你还别不信，北京双桥有个老太叫罗有明，她就是可以靠双手把骨头复位。周总理还特意给她开过一个医院，她确实能够就徒手的把断骨啊、碎骨啊都给接回去。那这个董老师也像北京的双桥老太这么厉害？这样说起来，比我大侄子还厉害。还真是。任大人在吗？这边哎，老可是朱的车。哟，他来了。哎呦喂，我这任大神呢？哎呦，我终于是等着你了。朱老板，你不是约了礼拜一去医馆吗？哎呀，我这2天啊都没睡好，我这心慌的等不了礼拜一。喂，任大神，你给我看看，看看。哎，对，我呀刚得了一批特别好的虫草，1斤呢才1000多根，50万。我要不把这吃了，要不我吃我那个60年的野山参也行，怎么样？哎，这样，你跟我们一块儿说说哈，最近你吃了多少你认为特别补、特别好的东西？那没少吃啊，甲鱼啊、人参呐、石斛啊、海参，逮啥吃啥。吃完之后你觉得身体是好了，还是不舒服？反正是这样啊，我觉得只有吃这些贵的，才对得起我的生命。你说我挣这么多的钱，不吃干啥？挣钱没地儿花呀，做公益呀，给我们师生班捐点钱啊！大神啊，是这样啊，我活着呢不能捐，等我死了呢，把钱都捐给你。活着让我捐钱啊，就像活着捐肝一样，难受啊。朱安，你得知道，这药啊是给你纠偏的，不是什么参都可以吃。就现在你这种状况，吃任何参都不会进步。
那我也得吃点啥呀？你给我开。你呀，我跟你说啊，萝卜白菜保平安，时令的、便宜的，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。你就食补，按点吃饭，按点睡觉。睡不着啊！我要睡着，我来找他干什么呀？怎么样？最近你欠别人钱吗？没。别人欠你钱，怕要不回来。哎呦，这我治不了。别，大山，那你总得管管我吧？你得想想办。啊，你不能不管我是吧？那我怎么办呢？你给我开点药。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旋转脊柱的动作了？什么意思？哦，他打高尔夫。你是不是几天前去打过了？我这样1周打2次，上周打了就没打，因为睡不着，这周就没去。你知道吗？你打高尔夫球的时候，这么一拧身，就是旋转脊柱，这个动作使你的胸椎产生了错位，进而影响了心肺功能，所以你睡不着觉了。一会儿我用手法给你修复一下，你今天晚上就能睡着了。你还是给我开点药吧。董老师说能给你治好，一定就能给你治好。成吗？同学们，今天我们的脊柱健康课，我请来了我非常尊敬的董惠慈董老师。刚才在门口呢，他碰见了一位病人，现在正在医治，所以开课我先给大家开。董老师来了，大家欢迎。董老师，那个病人怎么样？睡着了，宋教授在边上看着呢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可以用2个字来形容：鲜活。他用事实告诉大家，手法不仅能够治病，而且能够治大病。刚才那位病人说他睡不着觉，董老师给他医治了一下，现在已经是安然入睡了。好，今天这堂课现在就交给董老师。董老师，那我先去看看。好，您去忙。好。我经常觉得中医装神弄鬼的，老是扮成那个猪顶会不会是托呢？你大概是以为我请任教授做了一个托，以彰显我这个流派的神秘。不是的，其实用我们的手法，可以使很多病痊愈的。董老师，您不仅会正骨，还能看唇语哈。大家好啊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会碰到，比如搬了一盆花，抱了一下娃，或者是单脚穿裤子，或者是睡了一觉醒来之后，忽然发现自己不会动了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腰扭了。经常有病人因为脊椎错位，会发生胸闷气短、头晕目眩，或者是腿脚疼而卧床不起。俗话说，伤筋动骨100天，有的人躺了一段时间，看似病好了，但其实呢，他却落下了病根。自从手机和电脑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之后，甚至是成为我们延伸出去的一个器官之后，我可以断定，脊椎病在未来的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会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身体伤害。但是这种病在我们这里都很容易治，只要你给我们足够的时间，我可以还你们一个如出厂设置一般的健康脊椎。董老师，您坐这讲吧。谢谢你啊，但是这种脚下带轮的椅子不能坐。这种椅子是产生脊椎问题，特别是腰椎问题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。
我们中国人造字很有意思，我想说的是“做”这个字。天真，你能上来把这个字写一下吗？好。你们看啊，“做”这个字，它是2个人在土上。为什么是2个人呢？因为要平衡端正。为什么是土呢？因为要坚实稳当。像这种脚底带轮的椅子，我们人坐上去啊，为了防止它移位，就会使用到腰部的力量。但是当我们坐在上面，想要从这个地方移动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那是需要有比较强的腰部力量的。但如果没有很强的腰部核心力量的话，就会用到什么呢？用到这一段，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腰椎旋转这一块，这样就很容易造成脊柱错位。所以今天为了我的老腰，我想我还是站着讲课比较好。今天你们中间有谁腰不舒服吗？这么多人。是我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这里呀，这些东西怎么还没搬走啊？你谁呀？有什么事吗？这里马上要装修了，我们过来量下尺寸。量什么尺寸啊？我不跟你说，我找你们的负责人。不是，负责人给我看，我看，这什么？我是这儿负责人。啊，你好，是这样，刘老板让我们过来把这儿重新装修一下。装修？对呀，合同我都带来了，您看一下。这样吧，你稍等一下，我给刘老板打个电话。啊，好，那行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哎，等一会儿，等会儿了，休息会儿，休息会儿啊，歇会儿啊，兄弟们。哎，老刘啊，咱们师承班的教室，你是不是另作他用了？啊，对了对，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。是这样，我要想把那个教室啊装修一下，完了给租出去。那跟我们之前谈的不一样啊。教授啊，你要理解我的苦衷，是吧？当时借那个地方给您呢，就是想咱们哥俩呀好好合作，咱们双方共赢。可是呢，你对我这个中艺园区这项目不感兴趣，也不愿意参与。你靠我一个人，我这个能力呀、资金呢都是有限的，是吧？再说了，我这一家老小，公司的一些员工都靠着我吃饭呢，我得对他们负责呀。你说现在挣钱多难呐，啊，能收点租金收点租金呗。你也知道我对中医呀是无限的情怀，但是老弟啊，我说话你可能不爱听啊，这个情怀能当饭吃吗？哎呀，所以啊，我这个房子只能装修好了租出去，那宿舍呀能租出去，我也得租出去。理解呗，啊？好吧。这样，这个你们3位先在外边等一等，我先处理点事情。哦，那行，谢谢。是吧？董老师是这样，我们这个手画班呢，要先停几天课。哦。同学们，这样，我们师承班呢，暂时停几天课，什么时候开课，我再通知大家。冲刺！好，上车上车。刚才董老师才说了，别坐这椅子。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突然就放假了？估计没事儿吧？你放心，我爸会搞定的。啊，豆哥，过来，赶紧的，小点心。嘛呀？今儿七夕，老街那边在搞花灯集会，
本来我们要上课，既然天赐良机，老天爷觉得今儿不适合上课，我们不如出去浪一浪。不是这种好点子，你会怎么说？哎，我听说那儿还能租那个汉服，到时候我们穿汉服，然后咔咔拍几张，留念一下，万一以后回不来了，是吧？涛涛，你不许乌鸦嘴啊！呸！萌萌，萌萌，大家说待会儿要去七夕灯会，你想不想去？那咱们要是去的话，是不是得和人事请个假呀？还请什么假呀？不是人事不都让我们放假了吗？对啊，那下堂课还不知道在哪儿上呢。是啊，今朝有酒今朝醉嘛。会走了。特别有意思，里面有各种小游戏，还有你喜欢的各种好吃的，我陪你一起，想去吗？好。那你们在愣着干嘛呀？赶紧收拾东西去啊！快呀！瑞贝卡，七夕灯会我们一块儿去呗。我不去，也不感兴趣。我劝你们也不要去。虽然放假了，但是门禁还是有的。你不怕晚上有人砸场子吗？总得有人值班吧？咋的？你还打算以死相拼啊？我劝你还是跟我们一块儿开溜，免得对你自己造成物理伤害。我不怕，我坏了，有董老师小。行。群里面发信息，好吧？7点钟啊，别忘了。哎，多可爱！你看，想玩这个？我给你套。老板，那个多少钱啊？20块钱。老板，我来扫码。哎，谢谢天真老板啊。你唱啊。给我再来一个。头哥，你这太不爽了！哎，傻子，给我干嘛？你行吗？给你。哇，中了！行啊你。知道什么叫投壶吗？萌萌，这个我不是很拿手，但是我抓娃娃特别在行。如果你之后想要抓娃娃，你想抓哪一个，我都能给你抓着。那不一定啊。我们也套一套。什么那不一定，那不一定。你要玩这个啊？我要玩，我技术可好了，来。套不中这个。我跟你说，我一套就中。这是浪费钱，我跟你说。不可能，你看啊，我再给你表演一个。师兄啊，这事还真不好办。你有那么多的3产，我就要一间教室，这么难？这不难，难的是我怎么去抚平众人。你要，我给了你；别人要，啊，我要是不给呢，那就是徇私情。你我是师兄弟，这一封举报信啊，就得把我弄死。你跟张院士不是说好了吗？师承班如果有困难的话，你们学校帮着解决。现在师承班已经有困难了，你们怎么解决呀？我，办1次讲座，2次，干脆3次。可是你现在问我要教室，一用好几年，你又不能出租金，我怎么去跟公家交代呀？哎，
我看这样行不行？为了你这个师承班呐，我乌纱帽都不要了，我干脆辞职，给你这个师承班呢当班主任，然后舍着脸到处去化缘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别跟我这说了啊！行了，我自己想办法吧。你们的爻是这一卦里最好的爻。完了，这是不是这说的是好还是不好啊？这也没听明白。是啊，具体呢？好还是不好？气晚成。那多晚才算晚呀？按照现在人年龄的算法，大概60多岁。60多岁啊60多挺好，老中医就是老了才值钱。不是，我爸妈都是年纪轻轻年少成名那种，到我这60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我觉得合适，为什么呢？我觉得能成名就不错了啊！你看，要是像我这辈子我就这样，我现在这样，我80岁我还这样。那你这算是安慰我呢？算吧。哎，那咱继续往前溜达吧。行，再看看吧。还有好吃的呢。嗯，走吧，走，萌萌，走。打扰您，我再问您一下啊，您到底是人还是机器人啊？客官，您还有什么要问的？不用了，谢谢您，辛苦了。这俩人，一个大器晚成，一个少时寥寥啊。现在怎么办呢？我就是觉得特别对不起董老师，你一直都是市政局检出的，现在人来都来了，可是连个场地都没有。哎，这事怨我。就从那天喝绝交酒，我就应该想到，其实也是，人家也没有义务免费的帮助我们。商人呐，就是重利轻义。以偏概全，商人重义的也有很多好。哎，师傅，您平时老跟我说心念一动，万事俱足，我这心念动了好久了，怎么也没有人送我一间教室啊？心念一动，万事俱足的，也叫佛。哎，啊，还差得远呢。是。我们讲知行合一，从你认识这件事是正确的，到你做完这件事中间，都是你的修炼。老天现在让你修炼的这一关，叫做脸皮关。师傅说的对。师傅跟您说真心话，我以前觉得这个行啊，没那么难，怎么现在？你想想啊，你这一路走上来，有才华，也有学术成就，还有我们这些老法师给你护持，你当然一路顺畅了。现在呢，我是年事已高，恐怕要后持不住了，恐怕将来还得靠你来护我呀。哎，爸，你说这些干什么呀？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解决问题。是啊，董老师啊，真的是对不起你啊！你看，把您请到这儿来，这授课的地方教室也没有落实。没关系的。这个人呐，下了决心走正道，那付出的艰辛肯定是比旁门左道要多呀。这个老天爷
会反复的问你，你是不是真的要把这件事情做成？每次问你，你都不改其志的话，那最终才能方得所愿呀。在我看，你遇到的这叫什么困难呀？你呀，还是学院派，出了书声名在外。我们这些人要做传承，那真的是挺难的。道家讲究师傅找徒弟，我答应你来上这个课，不是为了成全你，是为了成全我自己。我想课上多了，总会遇到心心相印的弟子，愿意不改师道，把所有的这一切都继承下去。城市黄昏，让故事显得很有气氛。夕阳里的我们，这场青春越是在慢慢变得完整，思念在发生。一同分享岁月和星辰，我却心却认你是。